迪丽热巴嫦娥扮相翻车造型师成焦点，网友吐槽兔子精。迪丽热巴版嫦娥造型引发热议，从妆容争议到审美碰撞，背后折射出影视行业创新与传统的角力。当古典角色遇上现代创意，每一次尝试都像刀尖跳舞，有人坚守温柔如水的嫦娥形象，也有人期待颠覆性突破。这不仅是演员的冒险，更是整个团队协作与市场接受度的考验。迪丽热巴这次扮嫦娥，真是把翻车2个字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说她长得不够仙，那绝对没道理。新疆姑娘的那股灵气和明媚本来就不是盖的，但妆容团队似乎给她开了个玩笑，把人家变成了森林里蹦出来的兔子精。网友们刷屏吐槽，一边嘲笑一边乐呵，这嫦娥怎么看都像刚跑错片场的小妖怪。双引号，我心里那个尴尬劲儿能理解，毕竟谁想被自己喜欢的人设整成段子手呢？话说回来，这让我想起前几天看的一场足球比赛，某队拼到最后5分钟，本以为稳拿3分，结果对面来了个绝杀球，全场观众懵了。这种感觉就跟你自信满满的走上舞台，结果灯光打下来，你发现化妆师好像迷路进了童话世界一样。别光盯着迪丽热巴一个人，其实整个造型背后是一条产业链条上的锅。演员有颜值，演技撑门面，可真正让角色火起来的是导演、化妆师、服装设计，还有那些幕后小伙伴们。他们每个人都像球队里的中场组织者，一个环节出问题，那整体战术就乱套。这回明显是造型组脑洞大开过头，把眉毛画得浓密到仿佛在参加摇滚演唱会，眼影叠加厚重堪比彩虹旗，还带着春节花灯般扎眼发誓，看完忍不住怀疑是不是 cosplay 现场误入正剧。再瞧瞧刘亦菲版嫦娥，那才叫做传统美学教科书级别，简洁温婉，不用太多修饰，自然流露出古典韵味。可现在这个时代，对审美标准还真不能老死板，创新2字挂嘴边容易，说难做到更难。当年章子怡第一次拍《卧虎藏龙》，不少人也质疑她太硬朗，不符合武侠女形象，但后来证明，她正是靠打破套路才火遍全球。同理，这次迪丽热巴可能就是冒险踩雷，只不过没踩准点。要聊清楚这事，还得从文化审美谈起。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潮流碰撞的大背景下，每一次经典角色的新诠释，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。一部分粉丝爱护旧貌换新颜，比如坚持认为嫦娥应该永远温柔如水，另一波则期待看到不同风格尝试，希望偶尔来点惊喜或颠覆。而市场和舆论压力又往往夹击，让艺人与团队疲于奔命。有时候，你不得不佩服他们顶着巨大的风险去闯荡，因为失败的代价很高，但成功时获得的认可同样甜蜜无比。心理层面讲，我敢断言，当初定妆照曝光时，迪丽热巴肯定也是哭笑不得吧？这是我吗？双引号，恐怕连她自己都差点认不出来。作为公众人物，每次亮相都是接受放大镜检视，有多少次被误解、被恶意揣测，是外界根本无法感同身受的内耗。不少明星都有类似经历，李易峰早期阳光帅气标签深入人心，他转型成熟路线时，也遭遇粉丝抵触，怎么不像以前那个他了？双引号，这种反应其实挺普遍，却让艺人在身份认同与公众期待之间挣扎。不仅仅是脸上的一层皮，更牵扯出娱乐圈乃至社会对于身份标签固守与突破之间矛盾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事件也揭示出影视制作流程中沟通协调的重要性。如果导演没有明确统一视觉风格，如果化妆师独自发挥创意，没有充分听取演员反馈，那么最终呈现出的作品必然七零八落。就算有千军万马，
也敌不过内部失调这一招乌龙。顺便提一句，现在网民嘴刁程度已经超乎想象，他们既充当鉴赏家，又兼任键盘侠，用显微镜挑刺精神达到极致。但凡稍微偏离预期一点，小号立刻上线狂喷，好似找到了人生意义所在。有趣的是，同样在体育圈发生过类似状况，比如姚明 NBA 首秀的时候，有专家批评他动作笨拙，不适合联盟节奏。然而10几年过去，人家成为传奇，中外篮球历史不可磨灭的一笔。所以说，我们到底该怎样平衡专业评价与情绪表达？回头看看国内影视行业的发展轨迹，从粗糙模仿到原创探索，再到如今 IP 打造与粉丝经济共振，每一步都是摸索过程中的试验田。有些项目跌倒爬起，有些创造奇迹爆红，而普通观众常常只见树木未见森林。这种现象提醒我们，在吐槽之前，多一点耐心，多一些包容，说不定下一季剧本里真的藏着黑马等你捧场呢。另外，还有意思的是，中国社会处于快速变化阶段，对于传统文化传承和现代生活方式总在拉锯战。有人坚守陈规，有人推崇跨界融合，这导致大众对艺术表现形式产生复杂且矛盾的情绪，不只表现在荧幕形象，更延伸到日常生活甚至家庭教育理念。这也解释为什么网络上一部电视剧、一款游戏或者一件衣服都能激发全民讨论，不仅仅因为内容本身，更因它承载了一种集体记忆和价值判断。面对这些纷繁复杂，我觉得咱们吃瓜群众其实可以轻松一点，不用动辄掏放大镜，也不用急吼吼的下结论。当明星遭遇口碑滑铁卢，我们是否还能留几分善意？毕竟他们也是血肉之躯，会犯错，会紧张，会委屈。如果哪天轮到你站在聚光灯下，被全世界关注，你估计第一个希望得到什么？放心，是宽容而非苛责吧。那么，下回再见兔子精、嫦娥，大家准备好接招了吗？还是继续拿放大镜找茬，看戏码升级版如何逆袭翻盘？评论区等你抖料。